对于漫威宇宙美队的设定，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复仇者的超能力定位，在早期的一些剧情线中，很多粉丝的眼中，美队的定位更多就是精神象征。但是很多时候，这种象征设定其实并不能全部都用来解释众英雄为啥都听美队的。简单来说有3点：一、美队起源的特殊背景时期，让其人设具备了传承性。史蒂夫·罗杰斯在强化成为美队之前，尽管身材瘦小，但依旧是愿意一次次的去应征入伍的。而在电影中，对于这一时期的美队，也是给足了渲染的篇幅，甚至配合美队后期的强化测试，上演了一场美队去用自己身体遮盖手雷的剧情。于是紧随其后，漫威就给予了史蒂夫进一步的助推力，即能够让好的品质变得更加好的超级血腥强化。至此，一个在2战时期堪称超人的人类极限体质，在人格品质上同样是无可挑剔的美队上线。2、美队战斗能力或许不强，但是战斗意识出色。其实从漫威电影宇宙来说，相比较漫威其他的复仇者角色，你会发现这些角色不论是钢铁侠还是雷神，亦或者是寡姐和浩克，这些存在角色的人设上，或许都是战斗力比较强势，但是在指挥团队却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短板。从复联1开始，美队在对抗奇塔瑞人的大战中的指挥，其实就已经开始让不少复仇者服气，并且潜移默化地认可了美队在战斗中的指挥权。而对于复仇者元老成员对美队的认可，逐渐也是影响到了后来新加入的一些复仇者，在他们的潜意识中，元老成员都认可美队，自己一个新来的就更没有理由去反驳了。3、身先士卒的形象让其他复仇者愿意服从美队。显然，我们以复联为例子，在设定中，几乎这些支线剧情中所面对的 BOSS 战斗中，美队几乎都是最早接触的一批。这从战斗的应对来说，必然是一个对战场、对 BOSS 了解程度高的人来作为战斗指挥，才是符合常理的操作。而对于美队来说，从奇塔瑞人、洛基到后来的奥创，再到灭霸等等一系列的 BOSS 设定中，美队所掌控的信息都是处于领先的状态。因此，在随后支援的复仇者上线后，一方面他们对于终局之战的战场了解程度不如美队，另外一方面美队的精神象征摆在这里，自然而然的复仇者都愿意听从美队的号召和指挥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